如烟，我们结婚吧，我会对你好的。看着站在自己面前一身挺拔军装、年轻俊朗的裴岩峰，柳如烟才发现自己重生到了50年前，丈夫裴岩峰来自己家求亲的当天。上一辈子，柳如烟羞涩甜蜜的点头答应，觉得自己捡到了宝。大院里所有人都说她嫁了一个好归宿，他们也确实相敬如宾了一辈子。可直到临终前，她在给裴岩峰收拾遗物时，翻出了死去表姐陆婉晴年轻时候的照片，还有那一封封向表姐倾诉爱意却未寄出去的信件。那一刻，她才明白。裴岩峰之所以求娶她，是因为她这张脸与他心上人极为相似。裴岩峰爱的自始至终都是他的表姐陆婉晴，而他只是个替身。如烟，你怎么了？他刚要开口拒绝，就被一道声音打断。我们答应了。刘母从厨房里奔来，彩礼1000元和3大件，妈都收了。如烟，你就跟着严峰走吧。柳如烟听到母亲的话，下意识地看向裴岩峰，果然发现了他眼里深处的一抹厌恶。阿妈，您把彩礼退了吧？怎么能退？那些彩礼我已经拿给你弟弟娶媳妇了。看着和前世一样把自己像货物一样卖掉的母亲，柳如烟的心一寸寸发冷。如前世一般，她带着仅装有2件换洗衣服的袋子，跟着裴岩峰到达江城中心的裴家大院。裴岩峰，你是真心想娶我的吗？裴岩峰回过头，疑惑地看向他。自然是真心的。那你是因为喜欢我，所以要娶我的吗？裴岩峰神情微微一怔，从他的那一瞬间的停顿中，柳如烟已然明白他不喜欢自己。算了，不用回答了，我们进屋吧。裴岩峰也没再多说，2个人一起走进了全城中唯一一栋砖瓦房。睡吧。裴岩峰的手已经伸向了他的领口，他不由打了一个冷战。等一下，如今的他不愿意和他发生什么。我有话要说。我阿妈收你的彩礼钱，我以后会想办法赚钱还给你的。等还完后，我们就离婚吧。裴岩峰听了这话，神情一顿，半晌他才开口：你别多想，彩礼钱是你家该得的。既然结了婚，我就会好好待你，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话。我没有多想，我是认真的。若你不信，我可以写一张欠条。话还没说完，就被裴岩峰打断。你是不是不想我碰你？你放心，你不愿意，我不会碰你。说完，裴岩峰沉沉睡下。次日，寒风凛冽，柳如烟醒来的时候，身旁已经没了裴岩峰的身影。她穿好衣服，走出房间，就看到穿着干净整齐的婆婆白秀梅端着一碗粥，拿着2个鸡蛋过来。如烟，你醒了，快来吃早餐，饿坏了吧？前世婆婆对她很好很好，她没有上过学，婆婆以前念过书，每日都会抽空教她读书识字，简直是把她当亲生女儿对待。有一年她生病，婆婆冒着大雪去买药，也就是那一次，婆婆不小心摔断了腿，没过多久就离世了。妈，我好想您。柳如烟想着前世的一切，一把抱住婆婆，声音哽咽。这次重生回来，她一定不能让婆婆再受伤了。白秀梅一愣，明明这是她和儿媳妇第一次见面，不知为何有种久别重逢的感觉。妈，你好好休息，以后家里的事情都由我来做。说完，她就熟练去厨房做饭。忙碌了一个上午，柳如烟才坐下休息。她满脑子都在想怎么赚钱还给裴岩峰。前世她为了能追上丈夫裴岩峰的步伐，考了大学，还学了服装设计。这一世她是不是可以靠设计衣服还钱给裴岩峰呢？门口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，抬头看去，就见穿着军装的裴岩峰回来了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她眼底都是诧异，明明前世裴岩峰新婚第2天就去了部队，1个月后才回来，怎么这一世不一样？我有事跟你说。还没来及接话，就看到他身后跟着一个女人，手里还抱着一个2岁多的孩子。柳如烟瞳孔一震，呆愣在原地，满脸的不可置信。陆婉晴，她的表姐，裴岩峰前世爱了一辈子的女人，她怎么会在这里？她现在不是应该和她的丈夫待在平城吗？婉晴的丈夫1个星期前意外去世了，我打算让她和小宝跟着我们住。陆婉晴的丈夫去世了，怎么可能？柳如烟记得很清楚，前世表姐的丈夫明明是在几年后才死的。表妹，我住在这里，你不会不高兴吧？柳如烟还没开口，一旁的婆婆白秀梅急忙帮她说话。严峰他们孤儿寡母的，住在我们家不合适。裴岩峰却不以为然。妈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没什么合不合适的，时间不早了，您去休息吧。白秀梅还想说什么，就看柳如烟冲着自己摇头。她不懂自己这个儿媳妇怎么这么大度，只能叹了一口气。如烟，别委屈自己。话落，她转身回了房，看着婆婆的背影，耳边回荡着她那句别委屈自己的话，喉咙不由苦涩。上一世她对得起自己亲妈，却独独对不起这个和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婆婆。我先去休息了。裴岩峰却一把抓住了她的手。婉晴是你的表姐，她住我们家，以后你要多照看她。严峰，你别为难如烟，我能住在这里已经很不错了。今天你一大早就去平城接我和小宝，肯定很累了，你早点洗澡休息吧。裴岩峰听罢，嗓音低柔，没事，我先带你们去客房。
说着，他放开了柳如烟的手，带着两人前往客房。柳如烟看着他们相携而去的背影，这一刻自己像个局外人。裴岩峰和陆婉晴好像才是夫妻。上一辈他为裴岩峰洗衣做饭带孩子50年，裴岩峰对自己说话的声音，看自己的眼神，从来没有像今天对表姐那样温柔。柳如烟内心无比悲凉。等裴岩峰回来，他终于忍不住问：你准备让表姐母子俩在这里住多久？婉晴一个女人带着孩子能去哪儿？我打算让他们一直住在家里。你怎么对你的表姐那么冷淡？柳如烟有些好笑，自己丈夫带别的女人孩子回家住，她还要鼓掌欢迎吗？我对人对事一直没变过，可能是你对我表姐太在意了，所以才觉得我对她冷淡吧。裴岩峰一梗，别胡说八道。柳如烟还想说什么，就听到隔壁客房传来孩子哇哇大哭声。不一会儿，房门就被敲响，伴随着陆婉晴焦急的声音：严峰，你们睡了吗？小宝好像不舒服，一直哭不肯睡觉，你快来看看吧。裴岩峰听后快步走出房间，一整夜他都没有回来。翌日，柳如烟起来后来到大院外，眼前的陆婉晴和裴岩峰珍藏了一辈子的照片完全重合。如烟，陆婉晴走过来，昨晚多亏严峰一直陪着我们母子，不然我一晚上都会被小宝吵得睡不着觉。柳如烟按捺住心底翻涌的情绪，表面云淡风轻。那是应该的，毕竟你们出来是客。她话音刚落，就看到裴岩峰从客房走了出来。结婚第一天，丈夫彻夜未归，只见他从白月光房间走出来。婉晴，昨晚你不是说小宝还没有大名吗？我想到了一个，文浩，文学的文，昊天的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文浩2个字落入柳如烟的耳里，她浑身一颤，因为前世裴岩峰不顾她的反对，过继了一个儿子，那孩子就叫文浩，文学的文，昊天的昊，裴文浩。现在她才知道孩子的母亲就是陆婉晴，裴岩峰骗了她一辈子。柳如烟觉得自己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傻瓜，帮丈夫和表姐养了一辈子的孩子。如烟，我和小宝刚来这里，都没什么衣服穿。严峰答应今天带我们去买2身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？陆婉晴的声音让柳如烟回过神来，她眼眶微红。不用了，我有衣服穿。陆婉晴也没再多说，跟着裴岩峰出院子。如烟，你这个傻孩子，你没看出来你那个表姐心思不单纯啊？柳如烟忍着心底翻涌的情绪，忍不住问她：妈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如果您可以重新活一回，您还会不会选择爸爸？柳如烟口中所说的爸爸是裴岩峰的父亲。裴父早年为了一个女人，抛弃了白秀梅和年幼的裴岩峰，最后死在了异国他乡。白秀梅坚定地摇头：当然不会，谁不想为自己活一回？是啊，我也想为自己活一回。重活一世，她知道了很多真相，与其因为情爱再次浪费一世，还不如成全裴岩峰和表姐。一整天，裴岩峰都没有回来。到了晚上，柳如烟发烧了，前世就是因为她发烧咳嗽，正巧裴岩峰也不在家，婆婆才会着急出去买药，最终摔成了终身残疾，没多久离世。所以这事她不想再连累婆婆。深夜半梦半醒间，柳如烟隐隐约约听到裴岩峰和陆婉晴的谈话声。严峰，我后悔了，当初没有选择你。没事，过去的已经过去了。我现在还有机会吗？陆婉晴顿了顿，你会不会嫌弃我是个带着孩子的寡妇？不会。听到他回答的最后2字，柳如烟彻底心死。凌晨时分，裴岩峰终于回来了。如烟，我想把小宝过继到我们名下。好，可以过继到你的名下。是裴岩峰的名下，不是自己的。裴岩峰没想到他这么通情达理，神情舒展。谢谢。等裴岩峰躺下，他忍不住问：裴岩峰，我刚刚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了我们的前世。前世？裴岩峰满眼不解。前世我们在一起50年，临死的时候，我才发现你根本不喜欢我。听到这话，裴岩峰只觉荒唐。胡说什么？这世界上哪有什么前世？我们过好这一世就行。过好这一世吗？柳如烟内心无比苦涩。第2天醒来，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婆婆白秀梅。见婆婆好端端地坐在堂屋里，她松了一口气，从堂屋里面走出来，就看到一身新衣服的表姐陆婉晴和裴岩峰站在一起，宛如一家人。陆婉晶也看到了她。如烟，你看我这身衣服好看吗？这衣服的款式和颜色都是严峰挑的，挺好看的。前一世表姐总会暗戳戳做些没分寸的事，惹柳如烟生气，可现在的她不仅没生气，还留给了2人独处的空间。我今天有事要去街上。陆婉晶一听，没有任何边界，直接挽住了裴岩峰的胳膊。正好我今天也没事，严峰，我们一起去街上吧。裴岩峰还没回答，陆婉晴就抱过了小宝。如烟，我坐副驾驶，你不介意吧？当然不介意，你抱着孩子不方便，是应该坐前面。陆婉晴没看到他发火，神情微变。一旁裴岩峰看着这一幕，眼底也是划过了一抹复杂。等到了街上，陆婉晴故意对裴岩峰道：严峰，我想去前面的首饰店看看。这样子好像是在对柳如烟说，看看你男人选我还是选你。如烟，你自己去买东西吧，婉晴抱着孩子不方便，我陪她去。柳如烟依旧没有生气。好，你去吧。他还记得前世流行的服装样式，可以画下来卖到图纸赚钱。
还给裴岩峰，买好了纸笔。柳如烟走出书店，就看到裴岩峰正抱着小宝站在路边。爸爸，你真的会跟我和妈妈永远在一起吗？柳如烟僵在原地，下一秒就听到裴岩峰坚定回：会。回到了家，陆婉晴突然拉住了柳如烟。如烟，我们能聊聊吗？两个人来到厨房。如烟，你想不想看看，你老公更在乎我，还是更在乎你？就在这个时候，陆婉晴舀起一条热朝着他的身上直接泼了过去。柳如烟没有防备，哪怕本能躲开，可还是被滚烫的热水浇到了身上。你干什么？陆婉清没有回答，又舀起一瓢热水朝着他自己的手淋了下去。一声惨叫，裴岩峰就冲了进来，看到他被烫的手，眼底都是着急。婉清，怎么回事？你的手怎么被烫到了？陆婉晴眼眶发红，一双含泪的眼眸倔强又脆弱。刚才手不稳，热水不小心洒到了手上，我没什么大事，你还是去看看如烟吧，她也被烫了。裴岩峰看也没看他一眼，直接抱起陆婉晴。我先送你去医院，你这伤不能耽搁。陆婉晴看向柳如烟的眼里闪过浓浓的笑意和挑衅。柳如烟僵在原地，此刻都感觉不到胳膊上的疼痛了。她不知道是怎么回的房间的，她本来最怕疼了，可今天她一滴泪也没流。裴岩峰带着陆婉晴去诊所，又是一夜没回。柳如烟一晚上都没有睡，画好了前世自己的设计图，等天亮后就出去了。凭着前世记忆，柳如烟找到了永红服装店，将设计图买了2000块。回到裴家大院，裴岩峰和陆婉晴已经回来。柳如烟捏着2000块，把裴岩峰叫到了一边。找我什么事？柳如烟将手里的2000快递给他。你给我家的彩礼，我现在如数还你。过2天我们就去把离婚的事办了吧。为了白月光，丈夫彻夜未归，柳如烟无奈提出离婚。你给我家的彩礼，我现在如数还你。过2天我们就去把离婚的事办了吧。你从哪来的这么多钱？柳如烟将钱塞到他的手里。你不用管那么多，我这钱是通过正当手段得来的。关于离婚的事，你……话还没说完，就被裴岩峰打断。不要再开这种玩笑。柳如烟不懂，她明明都准备和表姐在一起了，为什么还不肯和自己离婚？我没有开玩笑，我是深思熟虑。你是不是因为陆婉晴和小宝的事，他们孤儿寡母，你让他们去哪儿？她很想问问裴岩峰，陆婉晴是没有婆家，还是没有娘家吗？非要他来照顾，不过没必要了。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个有关前世的梦吗？裴岩峰听他又提起什么前世，眼中都是不耐烦。我这2天又梦到了我们前世，梦到你真正喜欢的人是陆婉晴，你和我结婚50年，就承受了10年的煎熬。这50年里，你无时无刻不是在想着陆婉晴，我想着梦游心生。你既然这般煎熬，不如我放手。柳如烟，你要是生病了，就去看医生。梦和现实怎么能混为一谈？离婚的事以后不要再说了。他将那2000块往桌子上一放，转身离去。两个人的谈话被路过的婆婆听到。如烟，你真的要跟严峰离婚吗？她不想撒谎，点了点头。妈，对不起，是我辜负了您的期望。因为你那表姐，你这样不是更称了她的意了吗？在这个世界上，也就婆婆真心对待自己。妈，您相信吗？我梦见过我和裴岩峰以后的生活，虽然我们过了一辈子，但他心里却从来没有我。我害怕了，害怕那种日子会成为现实。白秀梅到嘴的话又吞入腹。她知道儿媳之所以会做这种梦，无非就是自己的儿子没有真心待她。如果你真的决定好了，妈支持你。是严峰没有福气。妈，真的对不起。不管前世还是今生，婆婆对她的态度从未变过。不管我和裴岩峰怎么样，您永远都是我妈，我以后也会孝敬您。好。一连几天，柳如烟都没有再看到裴岩峰，而表姐也带着孩子回了她的娘家。柳如烟决定去部队再找裴岩峰聊聊。她刚到裴岩峰办公室门口，就听到里面传来说话声。严峰，你升旅长的任命书马上就要下来了，表妹这个时候要跟你离婚，不是会影响你的仕途吗？是表姐陆婉晴。她这才明白裴岩峰不肯离婚的原因。柳如烟推门而入。如烟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和严峰好好谈谈吧，别动不动就离婚。说完，她主动退出房间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如果你是因为升职的原因才不肯离婚，那我们可以先不办手续，等你升职后再办。这是他想到最好的解决办法。裴岩峰听了这话，脸瞬间阴沉下。他说的话如冰渣子一样，直击柳如烟心间。军婚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，别给我惹麻烦。我出去。裴岩峰声音冷冽，直接赶人。柳如烟神情黯然，离开办公室。刚才进房间的就是团长夫人吗？她来这里做什么？小夫妻之间闹矛盾要离婚呢。我这个表妹没有读过什么书，不知道军婚是不能随便离婚的。那个战友语中带着一丝不屑。团长怎么娶了这么个不懂事的媳妇？他马上就要升旅长了，他这不是在扯团长的后腿吗？柳如烟听了这话，心里酸涩无比。她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，难道就因为裴岩峰的仕途委屈自己一辈子吗？
从部队回来，就看到自己的母亲站在院子里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刘母二话不说，冲过来扬起手就给了他一巴掌。谁准你和严峰提离婚的？柳如烟始料未及，脸火辣辣的疼。到底是谁告诉的母亲离婚这件事？柳如烟，你听好了，你就是卖给裴家的。严峰的条件那么好，你要是离婚了，一个二手货，从哪儿找这么一个好男人？柳如烟看着眼前指责自己的母亲和前世如出一辙，但她也不再害怕了。妈，时代变了，我们女人要会学靠自己。刘母没想到女儿竟然敢反驳自己，气得还想打她。柳如烟却一把抓住了母亲的手腕。您虽然生了我，但没有好好养我，没有给我该有的教育，我就是您养弟弟的工具。现在我有自己的打算，不会再成为弟弟成功的踏脚石。我的事情以后您不要管了。刘母还想说什么，触及到柳如烟的坚定目光时，她浑身莫名一颤，感觉女儿就像是变了一个人。裴岩峰回来的时候，把柳如烟叫到卧房，声音带了一丝怒意。柳如烟，你能不能成熟点？就因为我不离婚，你就去部队闹？柳如烟一忙，她什么时候去部队闹了？现在部队的人都知道我要和你离婚。柳如烟瞬间明白，是表姐说的。没做过的事，她不认。我本以为你是个实诚的人，没想到你这么爱撒谎。婉清孤儿寡母，你如果不喜欢他们，我可以不让他们在家住，但你不能污蔑他。裴岩峰说完，摔门离开。这一夜，柳如烟又梦见回到前世。裴岩峰为了表姐的一句话，就去陪她，把自己一个人留在家里。那天家里来了小偷，他差点就被欺负了。梦醒，柳如烟脸上爬满了泪痕。她想好了，既然裴岩峰不愿离婚，那就不离。她也不想待在这个地方。当天他就去了永红服装。我想好了，和你一起去海城发展。前几天卖设计稿，吴永红就邀请他去海城发展，当时没答应。好，我们大年初3就出发，这段时间你可以在家好好陪陪家人。回来的时候，裴岩峰身后还跟着陆婉晴和他的儿子。爸爸，柳如烟就那么看着那一幕，突然发现自己好像也没那么心痛了。孩子小，不懂事。柳如烟点了点头，我知道。这时陆婉晴走进裴岩峰，伸手给他擦汗。一路让你抱着小宝，都把你累出汗了。裴岩峰下意识往旁边偏了一下，闭口开陆婉晴的手。表妹，你别在意啊，这段时间我和小宝都是跟着严峰在部队家属院里面住的，习惯了。哦，没事，我不在意。你们孤儿寡母，严峰和表姐夫是战友，他是我的丈夫，你又是烦我的表姐，他照顾你很正常。说完，他就进去和婆婆一起准备年夜饭。裴岩峰看着他的背影，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不舒服。晚上，柳如烟一个人坐在外面吹着风，想着马上也要离开这片土地。他的心里对未来有着无限的憧憬。这时，一个人站在了他的身边。如烟，你别怪我，你知道这个社孤儿寡母有多不容易吗？我和孩子只能抓住严峰这棵大树。柳如烟心里苦笑，他们孤儿寡母不容易，那自己就容易吗？你说完了吗？陆婉晴神情一僵，想必你也看出来了吧？严峰娶你都是因为我，要不是因头你和我相似的脸，你和他都不会有交集。你要是有自知之明，就早点离开。很晚，他才回到卧室。婉晴娘家说不允许结婚后的女人回娘家过年，然后她的婆家也不待见他们，等过完年我就送他们走。没关系，我知道他很难，不送他们走也没事。裴岩峰一愣，他不懂，柳如烟明明很在意陆婉晴母子住在家里，怎么现在却这么大度？裴岩峰伸手触碰柳如烟，却被他躲开。我们已经结婚快2个月了。是啊，时间过得真快。说完，他直接背对着裴岩峰，闭眼睡去。接下来的2天里，柳如烟都刻意避开了裴岩峰。裴岩峰也发现了，大年初2，他终于忍不住把柳如烟叫到房间。今天是初2，明天等我送走陆婉婷和小宝后，我陪你回娘家拜年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明天他就要跟着吴永红去沿海城市了。裴岩峰一等，他突然发现柳如烟好像什么都不需要依靠他。你之前说你做梦梦见我们前世，说我喜欢你表姐，还发生过其他的事吗？柳如烟有些疑惑地看着他，不明白他怎么突然问起这件事。他不是不相信吗？其实前世你对我挺好的，不过只要关系到我表姐，你就能随时随地的抛弃我。裴岩峰默默听着，没作声。他觉得很离谱，自己怎么可能会为了陆婉晶忽略自己的老婆？裴岩峰正准备和他说什么的时候，就听到陆婉晴叫他：“岩峰，你过来帮帮我，小宝太皮了，我有些管不住。”裴岩峰咽下口中的话，出了房间去找陆婉晴。第2天，裴岩峰要带陆婉晴和小宝离开。上车前，他对柳如烟说：“等我回来。”柳如烟点头，好。他默默看着他们离开，清楚的知道这次他走了，肯定不会回来了。记得前世这天，他从家里离开后，4年后才回来，让自己守了4年的活寡。妈，我要走了，等严峰回来，您就把这个交给他，他自然就会明白的。柳如烟将准备了很久的申请离婚报告书和一封信交给白秀梅。如烟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白秀梅不舍得看着他，想好了。你一个人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，知道吗？我会的。柳如烟和白秀美告别后，另一边，裴岩峰把陆婉晶母子2人安顿好，就往裴家大院赶回来。妈，如烟呢？白秀梅叹了一口气，将手里的东西递给他。
儿子，你真是太让妈失望了。妈从小就教你，男人要专一，你怎么能一心两用？白秀梅年轻的时候被裴父抛弃，最讨厌的就是滥情的人。裴岩峰不解，他接过白秀梅手里的纸张，打开一看，赫然是一份离婚报告和一封署名给他的信。严峰，其实我骗了你，我说的前世的事不是做梦，是真的。不过你肯定不信，不信也不要紧，我反正也要离开。前世你没能和心爱的女人在一起，反今生我希望你能得偿所愿，祝你幸福。妈，这是柳如烟写的，不是说她不识字吗？白秀梅点了点头。她去了哪儿？什么时候走的？我也不清楚，只知道你们前脚走，后脚他就离开了。白秀梅的话音刚落，裴岩峰就冲了出去。他一路开车前往车站，脑子里面都是柳如烟说的前世的话，一片混乱。砰一声，裴岩峰失神，直接撞上了路边的一棵大树，鲜血从他的额头往下流，血蜿蜒，而一瞬间，他的脑海中竟然真的浮现出了柳如烟所说的前世画面。他想起前世记忆，放弃白月光。严峰，你醒了。裴岩峰没有说话，扫了一眼房间，没有看到在脑海中一直出现的人。他的心好像被针扎了一下，隐隐的疼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头疼？我去找医生来看看。妈，我没事。这时陆婉晶抱着孩子冲进来，一脸的泪痕。严峰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吗？我听到你出了车祸，吓坏了，所以就赶过来看你。你怎么在这里？不是送你回平城了吗？陆婉晴一僵，随即可怜兮兮，带着一丝祈求。严峰，你不要送我们走，好不好？我不想去平城。陆婉晴觉得裴岩峰有些奇怪，看他的眼神没有以前那般温和了。是发生了什么事吗？严峰，是不是因为如烟？要是他不喜欢我们母子俩，我们可以搬出裴家的，但不要把我们送走，好不好？裴岩峰听他提到柳如烟，眼神一厉，声音冰冷，跟他没关系，不想再跟他多说，闭上眼睛。你们出去吧，我想休息了。陆婉晴还想说什么，却被一直没有做声的白秀梅示意出去。裴岩峰一直想着前世，他已经知道前世他做的所有的事情，知道自己是伤了柳如烟的心。他承认最开始要娶她的时候是有别的目的，可他很肯定，结婚之后他早就不自知的爱上了她。回到部队后，裴团长，你出院了，首长刚才找你说看到你就让你去办公室找他。裴岩峰点头，好，我知道了。首长，您找我。换做首长的是一个中年男人，姓顾。听说你和你媳妇离婚了？裴岩峰眉头一皱，这又是谁传的消息？回首长，我和我媳妇确实存在一些误会，但我是不会跟她离婚的。顾首长愣了愣，严峰啊，我知道这些都是你的私事，但作为军人，如果连家里的事都处理不好，如何服众？不别让这些琐事影响了你的仕途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裴岩峰郑重点头，明白，请首长放心，我会处理好的。我相信你，出去吧。裴岩峰到了自己办公室，就问一直跟着自己的警务员石阳，最初传出我要离婚的消息是谁说的？好像是李团长的媳妇说漏嘴的，是夫人来部队找您的时候。裴岩峰的心猛然一抽，他听到部队到处都在议论自己离婚的时候，他下意识地认为是柳如烟说出去的，还特意回家警告了他一顿。裴岩峰如今得知真相，狠狠扇了自己一个耳光，难怪柳如烟要和他离婚。回到家就看到陆婉晴抱着孩子出来，爸爸。小宝一见他就伸手要他抱，裴岩峰迟疑了一下，还是将孩子接过。以后还是不要让他这么叫了，孩子现在还小不懂，还是要多教教。陆婉晴刚露出一丝笑容，直接僵在脸上。是我太心急，是要等到你正式领养了小宝之后才叫的。裴岩峰听出了他的言外之意，突然想到当初他向柳如烟提出过继一事时，他满口就答应了。当时他还以为是他大度，如今却是明白他是不在意了。或许那时他就想着要离开自己了。裴岩峰觉得要跟他把话说清楚。婉晶，之前是我考虑不周，小宝是李家唯一的子嗣，我不该这么自私，让他跟我姓裴。陆婉晶听了这话，脸色变了变。当初让你住在家里，是因为泽庆刚去世，怕你无人开导。如今你再住在家里已经不合适了，我已经让人帮你找了房间，明天你就搬过去吧。陆婉晴看着眼前冷漠的男人，眼里含泪。严峰，你这是不要我们母子俩了吗？裴岩峰对上女人凄婉的眼眸，他终于意识到不对劲，也隐隐明白为什么柳如烟那么介意陆婉晶的存在了。我觉得你可能误会了，我照顾你是因为你是泽庆的老婆，而泽庆给我有恩，我对你没有别的想法。陆婉晴不敢置信，脸色发白。我不相信，那你为什么会娶如烟？难道不是因为她和我长得像吗？裴岩峰一愣，前世他第一眼看到陆婉晴时就心生好感，他不否认，后来知道她是自己好兄弟的媳妇，也就歇了那心思。后来看到柳如烟时，他只觉得她长得很漂亮，就去她家求亲，根本就没往陆婉身上想过。如烟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才会觉得我喜欢的是她表姐而不是她？陆婉晴上前握住他的手。严峰，如今你和如烟也离婚了，我们可以……裴岩峰回过神，连忙抽出手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对你没有其他想法，而且我也不会跟如烟离婚，我这辈子只会有她这一个老婆。
说完就将怀里的孩子放下，转身离开，回到卧室，看着空荡荡的房间，裴岩峰第一次感觉到孤单。那份离婚报告，他看了一眼，直接撕掉，扔进垃圾桶。如烟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。